日落时分，一位少年正在广阔的原野上策马飞奔，烈日狂风都无法让他慢下来。跑得越快，家就越大，背负着众人建立家园的愿望，拼了！1778年，一艘中国商船遇上了暴风雨，在绝望的惊涛骇浪之后，他们飘到了一块神秘大陆，是印度。喂，想要在我大印度生活，也得看看你们的本事。印度总督让这群落难船员上岸，并且要他们派出11在天黑之前骑马在加尔各答地区力钳，而这一圈马就给你们拿去开垦吧 ，surprise！ 哇，这个是周年庆加黑色星期五加老板哭了大放送吧？我还不起爆！于是船员代表阿奇直接马力全开，大秀一波，在广阔的土地上绕出一大圈。印度总督好吃惊啊！自然没有，在阿奇的努力下，这块区域成为了华人们在印度最早的家园。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啊，类似故事的版本还很多。不过阿奇这个人确实是华人在印度的开垦先驱之一，加尔各答甚至有以他命名的地区。那么把你有没有做完印度呢？18、19世纪，印度和中国间有着迷幻又密集的贸易关系。原来是鸦片啊！英国在殖民地印度种鸦片，再拿去和中国换最爱的茶叶和丝绸带回欧洲。大时代的贸易系统下，也为当时驻外讨生活的中国移民提供了机会，前往已经有不少前辈的加尔各答开发新天地。而说到了开垦，那就一定有生存技能点满的哈嘎宁啦。他们主要生活在加尔各答郊外的塔巴。除了常见的开产糖、开米用盐，他们还从事着一项不被主流接受的禁忌工作——做皮匠。皮匠怎么了？原来在印度教的影响下，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把牛当作神圣的通物。另外，任何动物的排泄物和遗体都被认为是不纯洁的东西，所以把神圣的牛杀掉，还会碰到动物的尸体。只有种姓制度最低阶的人，才会一周按牛给挑路啊！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，却为哈嘎宁带来一片蓝海。动鬼川，哈嘎宁的制皮事业在高峰时期有300多家工厂，每天处理3万多张牛皮，疯狂外销到全世界。然而，在漂亮的销售成绩背后，却是华人难以融入印度社会的悲伤。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，让华人普遍被当作最低等的贱民阶级。1962年，中印战争爆发，更是让印度的华人变成过街老鼠，好难做人。想不到这样还没完。1990年代后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动，高污染又需要土地的制皮业也开始没落。许多客家朋友在失去工作又不被接纳的环境下，只好往欧美、澳洲或是台湾迁移，踏上了再移民的旅途。今天，加尔各答仍是印度数1数2的大城市，塔巴也在都市扩张的过程中成为了市区的一部分。尽管当地华人族群越来越小，年轻一辈也大多离开了家乡，但留下来的人依然在城镇的入口立起了中国城特有的牌坊，告诉大家这里曾经的故事。下次说到印度，除了宝莱坞、咖喱和奶茶，你或许可以分享这片印度大陆上最不一样的风景哦。客栈客卡卡店，安利上来了。